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心理咨询师剔古幸斯所著的《那些总是成功的人拥有的惊人潜意识》这本书。大家是否听说过原潜意识这个概念呢？即使不熟悉这个词，可能你也听过类似的说法。人类的心灵深处存在着潜意识，虽然我们无法直接察觉到它，但它却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人生。而本书所详细阐述的原潜意识，则位于这一层面之下。它不仅构成了您最根本思想的基础，还会通过语言和行为反映出来，进而影响您的生活轨迹。可以理解为，原潜意识就是潜意识所形成的习惯。由于这些习惯属于潜意识层面，我们很难直接控制它们。然而，通过对自己行为的观察，我们可以逆向推测出这些潜在的习惯。在掌握了这一技巧之后，我们就有可能纠正这些潜意识的习惯，进而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。作者作为一名心理教练和心理咨询师，曾帮助过各年龄层、不同性别的人解决各种问题。目前，他不仅专注于培养心理教练，甚至连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也开始研究他的心理技术，并验证其有效性。这位顶尖的心理教练在帮助了48000人后，清晰地总结出人生不顺利的2个主要原因：一是没有按照真实的自我生活；二是不能灵活应对外界环境，调整自己的情感和行为。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原潜意识。希望通过今天的视频，让我们一同学习如何掌握原潜意识，并运用这一强大的潜在力量，成为别人眼中总能取得成功的那个人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原潜意识是什么；第二，潜意识的习惯；第三，如何找到理想的自己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原潜意识是什么？人类的意识可以分为显意识、潜意识和原潜意识3个层次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人类首先接收外界的感官信息，然后这些信息进入潜意识，经过处理后才会到达显意识。我们可以简单了解一下这些概念。显意识是人类最表层的意识，当我们用理性进行思考、对话、解决问题或进行日常活动时，就是在使用显意识。显意识是我们能清楚感知到的部分，潜意识是在显意识之下存在的，这是我们无法直接察觉的部分，但它在睡眠、冥想或无意识状态时会被激活，并对显意识产生重要的影响。潜意识常常决定我们的行为、情感和习惯。那么，是什么在进一步影响着潜意识呢？经过深入的研究，作者发现，在潜意识的更深处还存在另一个层次，那就是原潜意识。潜意识下层还有原始的感官信息，它通过视觉、听觉、触觉、嗅觉和味觉等感官接收，并以未经处理的形式存在。潜意识和原潜意识虽然常常被混淆，但它们其实是不同的。作者引入了原 meta 这个词，以表明它是高于潜意识的一种更深层次的存在。原潜意识就像是潜意识的容器，它为潜意识提供了框架，塑造了潜意识的思维模式。我们可以这样形象地理解：假设您将可乐倒入一个普通的杯子里，液体就会呈现杯子的形状。如果倒入一个花瓶形状的杯子，液体看起来就是花瓶的形状。同样的内容，如果装在不同的容器里，呈现出来的外观也会不同。原潜意识这个容器正是构建我们生活中各种思维框架的基础，它影响着潜意识的运作，进而影响我们的现实体验和行为模式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潜意识的习惯。正如之前提到的，这些潜意识的习惯可以被称为原潜意识。在第一部分中，我们强调了修正原潜意识，使其符合我们期望的状态是至关重要的。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将原潜意识调整到理想的状态呢？我们需要全面理解自己的原潜意识。原潜意识主要发挥2个重要的作用。首先，它决定了我们如何呈现自己，即使说的是相同内容，不同的人表达出来的说服力也会有所不同。其次，
它影响我们如何看待外部世界，比如我们的价值观以及在外部环境中的行动方向。如果原潜意识是基于他人的标准，我们的真实自我可能会逐渐模糊；而如果基于自己的标准，我们的生活目标则会变得更加清晰。当我们专注于过去时，往往只在乎对与错，而关注未来时，我们就能更好地追求自己的理想。如果仅仅追求当下的舒适感，目标就会变得遥不可及；但若专注于目的，达成目标就会变得更加容易。这种潜意识的模式就是我们所说的潜意识习惯，也就是原潜意识。本书介绍了14种潜意识模式，这些模式是作者基于神经语言程序学 NLP 进一步发展而来的，同时参考了古代哲学家的观点，并整理命名以便于理解。与其拼命改变生活中的具体内容，不如尝试调整原潜意识的背景模式，这样现实更容易发生变化。没有绝对的好与坏，但在不同的情况下，有些模式会更加有效。当然，某些模式在普遍情况下会表现更佳。关键在于原潜意识的方向选择，因此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灵活运用。可以把它想象成大脑中有14个开关，我们可以根据需要来进行切换。无论选择哪个方向，都是个人的自由。然而，那些生活顺利的人往往遵循一些共同的成功模式。通过了解这些模式，你或许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人生。接下来，我们将逐一探讨这14种模式，并学习成功人士是如何进行选择的。同时，也要仔细审视一下你目前的选择方向。模式1：主体性。主体性可以分为主体行动型和反应分析型。主体行动型指的是在决定做某事时，立即采取行动的模式。相对而言，反应分析型则是在决定前先考虑结果或进行可行性调查，然后再进行行动。成功人士通常倾向于主体行动型。如果您希望在公司或商业领域取得成功，当您下定决心去做某事时，应该立刻开始行动。过于担心结果或依赖调研，可能会使调研本身成为您的目标，从而影响到实际行动。模式2：动机方向。这一模式分为目标导向型和问题回避型。目标导向型是基于实现结果或将设想转化为现实的动机来采取行动，而问题回避型则是出于避免问题或不想遭遇不良结果的动机。成功的模式往往是目标导向型，行动的出发点应是为了实现某些积极的结果，而不是逃避问题。如果大脑总是想着避免问题，反而会导致不好的结果成为现实。模式3：喜悦的判断标准。这一模式分为他人标准和自我标准。他人标准指的是在判断自己行为的成功与否时，依赖他人的赞誉或认可，而自我标准则是依据自己的信念和数据来进行判断，不需要他人的认同。毫无疑问，自我标准是更好的选择。如果您总是依赖他人的意见，您可能会做出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，从而产生压力。相反，若是基于自己的意愿去做事情，进展会更加顺利。模式4：思维方向。这分为过去基准和未来基准。过去基准关注的是为什么要做某事，或者在遇到困难时分析原因。未来基准则关注实现目标的意义，或在遇到困难时思考如何通过新的方法来达成目标。未来基准被认为是成功的思维模式。若总是在问为什么，实际上是在寻找过去的原因。大脑无法同时关注过去的原因和未来的行动，因此当面临困难时，不妨转变思维，关注您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，并以为了什么为出发点，采用未来基准进行思考。模式5：动机选择的理由。可以分为过程型和选项型。过程型是在做某事时希望他人提供成功的方法，而选项型则是在做事时自己思考，从众多选择中找到最适合的方法。对于成功来说，选项型是更加选择。若总是等待他人提供成功的途径，而不主动思考，您就难以产生新的创意和动力。
成功的人士通过独立思考和选择合适的方法来实现他们的梦想。模式6：重视的方面，这可以分为人本型和物质任务型。人本型在行动时关注的是体验过程，比如快乐、激动和满足感；而物质任务型则关注行动后的结果，比如收入、评价和潜在风险的规避。虽然获得快乐和满足感很重要，但首先要关注的是通过行动带来的物质性和现实性结果，才能实现实际的成功。模式7：目的的焦点，可以分为目标导向型和体验导向型。目标导向型在行动时重点关注达成最终目标，并以此为乐；体验导向型则是在行动中通过获得快乐和满足感来获得愉悦。目标导向型是更好的选择，尽管体验中的愉悦感可以成为动力，但若不专注于最终目标的实现，便难以真正达成目标。模式8：现实责任的归属，可以分为他因型和自因型。他因型认为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是由他人或外部环境所导致，自因型则认为一切现实都是由自己的意念投射并创造的。许多商业书籍提到，自因型是更好的选择，无论是积极的事情还是消极的现象，甚至是疾病或意外，皆应视为自身创造的结果。唯有自因型才能带来真正的成功。模式9：对事情的看法，可以分为悲观型和乐观型。悲观型在遇到问题时，总认为事情变糟，并思考最坏的结果；乐观型则将问题视为机会，思考如何创造最佳结果。乐观型更有助于成功。若您总是认为事情变坏，即使有成功的机会，也可能会错失。成功的人总是在思考如何将问题转化为机会，并积极应对挑战。模式10：决策时的心理状态，可以分为理性决策型和感性决策型。理性决策型依赖数据、理论和理性分析来做决定，感性决策型则依据个人的价值观和生活目的来决策。感性决策型是更好的选择。若仅依赖理性和理论，难以激发大脑的真正潜力。基于自身价值观和生活目的的决策，能够让大脑充分运作。模式11：决策的动机，可以分为义务型和欲求型。义务型是在做事情时想着必须做或应该做，欲求型则是在想着想要做或想尝试。欲求型是更好的选择，只有基于自己的欲望去行动，才能真正实现目标。当您总是认为必须要做时，成功的机会往往会流失。模式12：自我认知，可以分为有限自我和绝对自我。有限自我认为自己的身体不健康，或因不顺而觉得自己毫无价值；绝对自我则意识到无论健康状况如何，自己本身就有价值，并能够接受当下的自己。绝对自我是更好的选择。成功的人不会因暂时的失败或身体状况不佳而感到没有价值，他们始终认为自身是有价值的，并能接受当前的状况。模式13：行动的动机，可以分为结果期待型和结果行动型。结果期待型是在条件具备时才采取行动，结果行动型则是为达成目标，先主动行动并创造条件。结果行动型是更好的选择。若总是等待条件完美才行动，可能永远等不到机会。成功的人会主动采取行动，为实现目标创造条件。模式14：根本需求，可以分为生存需求和目标需求。生存需求是为了保障生存和安全，避免死亡等本能而采取的行动。目标需求则是为实现生活目的，追求真正的自我，实现自我价值。目标需求是更好的选择。若只为了生存而行动，往往容易联想到消极情境，如死亡或失败，从而导致不良后果。成功的人始终为实现人生目标和自我价值而行动。以上就是所有14个模式的介绍，信息量可能有些庞大，但大家不必记住所有的内容，可以重点关注与您思维模式相悖的部分，并在关键时刻切换到成功者的思维模式。在第3部分，我将进一步分析模型行为的原理，
这些内容将对你有所帮助。希望大家能够深入理解这些潜意识的习惯，并将其转化为成功的助力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找到理想自我的方法。在前面，我们已经探讨了自己的潜意识习惯，但许多人仍然难以切换到理想的状态，甚至有些人对自己想成为的样子会感到迷茫。要想让生活顺利地进行，明确目标是至关重要的，否则就会无法有效前进。因此，我想给大家介绍6个步骤，以帮助大家清晰地将愿望传达给大脑。步骤1：列出你想避免的事情。首先，必须针对具体的问题来进行回避，列出您不想要的事物，例如不想贫穷、不想生病、不想工作等。这是一个开始的入口。步骤2：设定与第1步相反的目标。接下来，从第1步列出的你想避免的事情中，设定与之相反的目标。这一步可以引导您反转原本不想要的结果。例如，如果您不想贫穷，那么您的目标就是想要拥有财富；如果不想生病，那么目标就是追求健康。虽然这个方法很简单，但它有一个缺陷：当您设定想要拥有财富的目标时，大脑会同时联想到富有和贫穷的状态。当您追求自信时，实际上也在想象自己缺乏自信的情形。由于大脑无法区分这些相对的目标，因此会同时承载2种目标，从而造成混乱。这种相互矛盾的目标状态被称为双重约束。大脑在决定实现哪个目标时会感到困惑，因此这一步是为了后续第3步和第4步的顺利进行。故意进入双重束缚状态是一个重要的过程，请大家不要停留在此，继续进行下一步。步骤3：找到一个榜样。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。为了摆脱双重束缚的状态，您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，即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首先找到一个可以作为榜样的人。很多人可能会说，我找不到榜样。没有榜样说明您在这个社会中放弃了自己的价值观，因此您需要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观和感受，找到您心中的榜样，深入挖掘您为什么向往这个人，以及想成为那样的原因。这个过程是整理潜意识形态的重要步骤。您可以通过书店、图书馆、电视、网络搜索或与他人交谈来寻找各种榜样。首先想想您最喜欢的明星或名人是谁。这个问题的答案能够反映您希望在生活中如何存在。接着，无论性别，思考一下您最尊敬的人是谁。这个人可以是企业家、政治家、文化名人、运动员，甚至是您身边的普通人。再进一步思考您尊敬这个人的哪些特点，您会发现自己被某些想法或行为所吸引。实际上，这反映了您内心深处想要成为的自我。这些特质代表了您真实的自我。当被问到想做什么时，很多人很难立即回答，但当有具体例子时，大脑就会迅速找到答案。这就是大脑的特性。因此，找到榜样是为了帮助您更清晰地认识自己。虽然您不可能完全理解榜样的思维方式，但第2部分提到的潜意识习惯可以派上用场。您可以借助这些习惯，更详细地分析榜样的行为，将他们的特质融入到自己的思维和行为中。步骤4：将目标具体化并与自我结合。在明确了您向往的人的品质、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后，尝试将这些特质与自己结合。想象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自我会是什么感觉。这种想象可以比作穿上偶像的服装，就像您融入了崇拜的人的角色，逐渐让自己与这个形象重叠。进一步的想象，当您开始运用这些品质时，10年、20年后会取得怎样的成果？详细描绘未来的场景，例如您的工作环境、与朋友和家人相处的方式，您在哪种环境中活动，您的举止如何，您运用了哪些能力、信念和价值观，您如何看待自己，对社会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通过这样的细致设想，让这些幻想愈发清晰。这可以说是一种回忆未来的感觉。步骤5：使用更进一步这类词语来发展目标的表达方式。例如，如果您说吸引了多少顾客，收入达到了某个数额，
这暗含了一个前提，即您当前尚未达到这个状态。同样的，当您说想要变得健康时，暗示您现在并不健康，而大脑会试图将这一前提现实化，从而让您目前的不健康状态持续下去。因此，应该换一种表达方式，例如，我本来就很健康，而且想变得更健康。这样的表述从我现在健康的前提出发。这种方法在商业和人际关系中同样适用。通过不断使用更进一步的表达，您可以持续发展和深化目标，使想要的状态更加清晰和具体。步骤6，表现得像已达成理想状态。大脑通过观察身体行为形成信念，因此，请制定一个行为计划，按照理想中的自己去表现，将每个细节精细到分钟级别。例如，在特定场合下如何行动，完全融入那个状态，让自己逐渐清晰。接下来您需要做的就是按计划执行这些行动。由于在前面的步骤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设想，现在只需执行这些步骤。您行动的次数越多，大脑就越会通过观察您的行为相信我就是这样的人，并自动修正之前的错误信念。此外，身体的各个部分也会接收到信号。当大脑意识到这种自我认知更有利时，它甚至会传递信号，促使基因逐渐发生变化。如此一来，您的原意识将完全按照您期望的样子被重新塑造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——学识 Plus。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